我呢就再跟大家确认一下，别慌，不仅仅是台湾，大家记住了啊，记住我的结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今年、明年如果还能活着，是不会跟周边任何国家进行任何规模化武装冲突的啊，甚至可以夸张点说，就算别的国家打了中国，中国的军队都要做最大的忍耐啊，是翻墙啊！中共这就是中国要发生大变化的一个痕迹。记住了，你问一下人工智能就知道了。封锁的越来越严，干的坏事越来越多，就是距离倒塌越来越近。他通过正常的路径干不了了，而这中共的事儿，大家知道就好了，好吧？为什么中共现在不能进行任何武装冲突，不能打仗？跟周围国家、跟现在的环境有关系。目前中共傻逼习近平带着的中央军委正在做最大的力量，禁止中国跟任何周边国家发生热武器冲突啊！大家在网上应该看到不少的视频，甭管是在菲律宾呐、在印度啊等等，被人家印度军人打得屁滚虽流，不还手。为什么现在中共的军队这么怂？就别提发生武装战争了。有人说军事演习，一会儿我讲啊，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共现在的军队，包括军事演习，飞机、舰船上发射的导弹里面的弹头基本都没有真实的弹药，都不装真正的可以实际的杀伤性武器。也就是现在中共的军队只是表面上像一个军队，代表军队的特点的武器装备都是没办法真正使用的啊。原因啊，我说了一会儿就说了。大家知道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们叫空军大院啊，公开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司令部，地址在北京市复兴路14号，邮编100843。这是中共国空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所在地。守卫这个大院的部队是空军司令部的警卫营营级单位。这个大院的每一个门口站着的最少有4个持枪的战士。在岗位后面，哨岗后面是门卫室，里面最少要常备1个班的战士，常备警卫班。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现在这个军队大院，包括其他大院里站岗的战士的枪里面是没有子弹的，而且门卫室里的士兵也是没有任何子弹的，没有任何弹药的。那如果出了事情，这些当兵的怎么维护啊？就刚才我说为什么不能打仗，他们使用的是什么？你进去看就知道了，里面都有警棍、防爆盾啊、辣椒喷雾等等。所以这些当兵手里的枪支跟烧火棍基本是一样的。不仅如此，空司警卫营的这些战士，如果你是义务兵，不是军事，义务兵就是入伍2年就退伍，军事是职业战士。如果你是义务兵，从你入伍啊，你到了空司警卫营到退伍，你真实的真枪实弹射击应该一次都碰不到，你就没摸过子弹，没打过枪。这个景象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质变的？2010年前后。2000年前后发生了一次变化，2010年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中共的军队开始实施严格的叫什么枪弹分离。2010年、2000年到10年的时候呢，枪里面没有子弹，但是子弹在执勤的营长、排长或班长手里管控，以备应急。但2010年之后，连执勤的营长、排长、班长手里都不可能有子弹了。以前不管，以前真不管。1993年，我在当时的38集团军51038部队河北北河店做特务训练的时候，那时候差点发展成特务，基本上打枪随便，申请手续简单，手枪、步枪，包括高射机枪打平射、夜光弹都可以申请打。但现在不可能了，
特别2010年以后，我讲了，别说像我们这样不是当兵的，在中共国的义务兵能碰触弹药当2年兵都很难，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那完全没有可能。现在中共从中央军委开始到各级指挥系统，为什么这样？因为没人能保证自己的士兵拿了枪支弹药会按照中共军队的指挥官命令去行使。这个事儿的来源，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儿，但是都没有这个事儿大。就是1994年发生在北京的田明鉴事件。有人知道吧？田明鉴事件，年纪大的人应该知道。田明鉴是当时驻防北京通州卫戍区警卫第3师12团的一个副连长。据称原因是想升迁，给团长政委送礼物，但礼物被拒了，领导说帮不了忙，所以田明鉴感受升迁无望，再加上多次受到一些领导跟同事的排挤，就干了很偏激的事。也就是一天早晨，田明鉴拿着事先准备好的81式自动步枪和6到10个弹夹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这我只是找公开资料看，6到10个。早晨在团政委带人对部队进行例行视察的时候，直接把团政委和几个随行军官给 kill 了，直接给干了。然后田明鉴冲出营区，在长安街北京长安街的沿线上到通州的那儿公路劫持了一辆路过的212吉普车，然后干嘛？持枪要冲击中南海。车开到建国门的时候，立交桥遇见红灯，这个地儿呢距离中南海天安门就3公里。司机借机跳车跑，红灯，结果田明鉴就把司机干死了。但田明鉴不会开车，他就跳车找掩体。这时候听枪声来的警察和后面赶过来的军人就产生对峙。这个地方我讲了，距离天安门中南海就3公里。然后田明鉴在立交桥附近跟大量的卫戍区军人、武警、民警进行枪战，200多人围攻他一个人。最终田明鉴可能还有其他人一起，在造成100多人伤亡的情况下，把田明鉴击毙了。死的30多个人里面，一半是警察跟武警跟当兵的。受伤的人里面，后来有75个受伤的人在北京市的法医检验鉴定中心进行了伤情鉴定。我讲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吗？一个当兵的因为能拿到武器弹药，被200多人围攻，还能打死打伤这么多人。所以这个事情以后，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加上1989年的38军等等很多事儿，在中共军队里就开始实施极其严格的武器弹药分开管理制度。因为中共的领导怕武器落到了思想有问题的军人手里，再加上目前社会矛盾越来越大，那这些当兵的攻击谁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的中共的军队武器的使用符合叫做区域隔离、枪弹分离、3人制约、层层审批的管理制度。所以在武器地方这些部队里面，枪械的主要部件、枪械可拆卸关键部件，比如枪栓、枪杆、枪栓，分别放在2个仓库，子弹、弹药放在第3个仓库。这些仓库封闭的库房，然后每一个库房能开启的权利，都有拥有类似权限的军队主官分别独立进行管理。比如说业务主官管一个政治类的主官管一个，政委类的，后勤类主官管一个，不能交换。而且自己管自己的独立区域的管理人，你要去这个区域，也最少2人同时进出，相互监督。所以大家明白，现在中共的军队，哪怕1号首长上线，1号团里面团长是师长，也没办法独立。比如说我让这个兵去拿一个枪和弹药，他写的报告申请不行，因为他是业务主官，他批了得2号管政治的主官再批，比如政委然后3号后勤的主官再批，都同意走流程，
这个人才可以拿到武器跟弹药。现在大家知道，用人工智能查一下，就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当兵的特别反感军事演习，因为在演习中，甭管是子弹呀、炮弹，甚至导弹，各种热武器，如果打出去能出去的，最后你打的这个人，甭管你是打子弹打什么东西，都要进行明确的去向登记，并提供清晰的可验证证明。比如说你打子弹打100发，你要把这100发子弹的弹壳收回来，你这个数字跟编码都得对得上，任何当兵的对不上，那么整个单位都要面临漫长的清查和血检查。所以大家知道了啊，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军队在中共掌权的有生之年，不仅不会打台湾，而且伴随经济衰退，社会矛盾越来越大，维稳压力越来越大，跟周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进行规模化武装冲突。因为真发生了武装冲突，现在如果随便拿到武器跟弹药的士兵会去打谁，中共应该没人知道。而且由于目前中共军队里1半以上的军人都是军士，就是职业军人，人数远超义务兵，所以这些人拿了武器弹药，他动起手来，他身边的义务兵连还手的空间都没有。所以大家知道，更重要的是这几年，中共的军队里有威望的业务主官，绝大部分都被傻逼习近平清洗掉了。目前中共军队内部，习近平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忠于他，有多少人想干掉他，就根本没人知道。所以，如果掌控武器弹药的机会给了那些心存反意的军队的主官，因为很多业务主官都被习近平抓走了，那对于这个傻逼来说，武器给了人家，那就不是打仗了，就变成一场很难控制的灾难。A 军队有了武器，他都不敢让 B 军队拿着武器去对抗 A， 因为他都不知道 B 军队但凡有了武器，会不会跟 A 一起去打他。所以这都别说打仗了，就不敢。最好的办法就是 A 军队都不能给武器。然后此外有一个中共的特色，中国军队的关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私军，它不是国家的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国家。所以这个军队，这是世界纪录啊，很独创的，有全世界最苛刻的政治要求，也就是下级对于党的上级的命令必须完全服从。这次傻逼习近平拿下张又侠，对外号称的就是张又侠对他不忠诚。对啊，大家看一看解放军报啊，因为按照党的体系，军队一定下级对上级绝对忠诚。张又侠是副主席，他是主席，他对主席不忠诚。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中共特色在真实的战场上带给中国军队的现状是什么？也就是当下级对上级的命令不许有任何质疑的可能性，中共叫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否则军法处置。这个现状的时候，那实际上就给中国的军队带来了一个任何人无法消除的巨大隐患。这个隐患导致的结果是什么？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一共打了5次算规模化的战争冲突，除了中国跟印度的冲突以外，那4次金门国民党的冲突，朝鲜跟美国联合国军的冲突，中国当年跟苏联苏修化的边界冲突和跟越南的冲突，都出现过中共军队成建制的被对方消灭和俘虏。而这里面唯一的原因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它是党的军队，所以上级党的命令哪怕错误的，下面必须执行，全这么干。所以当年中共军队要攻打金门，军一级的指挥官明确告知，看看历史很清楚，登陆舰不够，后勤补给困难，条件完全不适合登岛作战。但是上级党组织命令必须打，政治要求高于一切，下面服从命令只能仓促开战。
最终数万的士兵或死或被俘。朝鲜战役第5次，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中共第60军180师本来完全可以及时撤退，但是上级的党政委命令要等待兵团的明确指令才能动，所以这部队就搁在这儿。而最终从兵团获得的命令很模糊不清，不知道到底要干嘛，导致180师最佳的撤退机会丧失，上万人部队死伤过半，近半啊，被俘虏了5000多人。中国跟当年苏联尖锐的时候，新疆铁列克提联机巡逻队已经知道苏军布置了个口袋，坦克、大炮什么全在那儿了，布置好了，准备干中国。然后这个向上级汇报，不能进行例行巡逻，苏联人摆了口袋阵，上级命令必须进行巡逻，完成巡逻任务。结果中共军队自动走到苏联人的埋伏圈里面，被人家一锅端。中越的战争，中共50军150师448团完全可以及时撤退，150师其他部队都撤了，但是50军驻扎在150师的党的工作组政委要求448团必须走险路搜剿越南军队，最终448团被越南围剿，大部分人投降。我讲这干嘛？叫摆事实讲道理，我习惯的。这些中共被俘的人员后来回国以后，都明确证明了上面的情况，也就是在这些战争中，一线作战部队是有明确决策思想的，但是上级的党的指挥要求服从命令，那一线这些军官们既是明知道上级决策错的，必须执行。中国就这样，党指挥枪，不执行军法处置，政治挂帅，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张友侠我讲了，下去也是因为最高领导军委主席要求无条件服从，所以政治必须正确，所以下级绝不允许任何理由违抗军令，所以即使明知必死也得死。但是现在的情况为什么不能打仗？讲过特点，因为上级怎么想的没人知道。现在中共的现状是到今天为止，对中共中央军委抓捕张友侠，且多次在解放军报反复发表文章的情况，各大军兵种和大军区都没有表态。所以这种现状，谁能保证真正出现战争的时候，这些军区军兵种的上级领导没有反心，谁能保证？这是第一个大难题。那主观上，即使上级领导没有反心不给下面下达想干坏事的命令，可是客观上，现在大量的军事主官都是政工干部出身。大家在军事院校就知道，学政工的跟学军事战争技能的完全是2套学习体系。你用人工智能查一下他们课本就知道，没有交集那是整人的，这是整部队的，打仗。所以这些政工干部成为主官，怎么可能懂得战场指挥，给不出正确命令？所以这种情况下，打仗了，下级接收到上级下达的一个不可能违背的命令，给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导弹发射坐标，下级指挥官敢不执行吗？有过这么多明知道必死都得执行的情况，所以只要给了坐标，上级说了发射就得打。对呀，责任上面已经说了，这个坐标可能又是下级部队不了解的中共重要资源所在地打个燃油库，比如说打个什么天然气储藏点，或者打更重要的政府机构，那结果会是什么？对呀，不违抗军令的时候，邓小平在中国军队中威望这么高，仍旧出现过1989年38军军长完全不听从邓小平下的军委指令的情况。就大家想想，这傻逼习近平怕不怕？所以这个地球上再厉害的武器装备也是掌握在人的手里面的。
而人的想法在自己脑子里，别人不知道。所以我跟大家明确的说，傻逼习近平再蠢，他也明白，他既不能保证拿到武器弹药的士兵一定把枪口对准他希望对准的地方，他也不能保证下面各级能调动再往下武装力量的军官一定会遵从中央军委的指令，让先进的那些武器导弹发射到中央军委指定的发射点。你说他怎么敢打仗？平时飞机飞一飞，军舰跑一跑，演习做一做，啊，武器弹药本来就没多少，而且严格控制，很多还都没有真正的装弹，样子工程，怎么表现无所谓。但是真到了实战，那就成批量、成单位的弹药要给人家。一把刀锋利了，砍别人快，砍自己也快。中国现在军事貌似很强大，但是傻逼习近平完全控制不了这把刀砍出去的方向。习近平干的事儿叫什么？不断的磨刀，磨刀，军事演习，吓唬人，磨刀。因为这个傻子自己也清楚，他除了磨刀恐吓，他没办法把这个刀真的拿出去挥出去。我讲了，砍别人快，砍自己快。他真的不磨了，刀挥出去，先死的完全可能是自己。所以大家记住了，别说是台湾，这个傻逼习近平在位的时候，不会对任何国家发动任何规模化的战争的，否则中共现在军队里面出现一些类似当年38军军长徐勤先或者田明健这样的人，那中共开战的行为是纯纯的找死了。大家明白了好吧？我讲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是一条造物主规则，大家从这个事儿都能明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外面硬件怎么样，还得看人怎么想的。